王仲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做大事。大郎，末将在，去将那面道旗取下来。走。文仲，怎么回事？契丹南来，境势残乱，国祚不有，进士一中，神位无主；社稷有倾颓之危，黎宿有倒悬之苦。河东12州市民兵变，恭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念，诚因窃运克己地统，金辉南下，预定中原。王军回来了。文仲，傅令公说，属谷麦各30万斛，重量3万斛，入京时可为天子。谷寿实是2代国恩，不能为此不义之事。河东为天下人心所系，大王却拘泥于旧情恩义，不肯入京大统。我等受大王恩义赏罚，当气血在庭。民工不出，乃丧生何？民工不出，乃丧生何？在这里喊鸡的什么用？将门破开，把大王抬出来！哟，他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文仲，文仲，放开我！文仲，放开我！啊！文仲，这叫显得故意不义啊！小人小义何足为论？社稷安危、苍生福祉，方为大仁大义。臣苏宇圭，请大王即皇帝位。尔等有些过于不义呀！请大王即皇帝位。请大王即皇帝位。赵匡胤万万不曾想到，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，其过程可以如此的草率和仓促。一个新的中原天子登基，披上的第一件黄袍，居然是一面节度使的道旗。请令公出帐。令公何在？臣等求见令公。退后！中军主将大帐，擅闯者杀！诺。末将王殷，请郭令公出帐，受诸军，臣请请命。请郭令公出帐。令公，天子无德，神器无主，襄阴公无功劳于天下，更不知军中将士的辛苦与不易。希望要是
上下相安，四海清宁，国令公不出，乃苍生何？今日我等在此拥立国令公为天子，臣等请令公以社稷苍生为念，早正大统，即皇帝位。请令公早正大统，即皇帝位。儿金贵何在？衙内身体不适，在帐中休息。立功！若是儿无事，今日我便允了尔等。是儿有伤，我今日便自刎于诸君面前，以谢天下。儿金贵何在？请衙内出帐，令公有请。爹，爹。郭某有话要与尔等说，有3事相约：其一，不滥杀；其二，不掳掠；其三，善待雇主忠亲。尔等允郭雀儿此3事，郭雀儿便为尔等担负起这个天下。臣等奉诏，陛下万岁！臣等奉诏，陛下万岁！秀峰，臣在。命你为使节，回转汴梁，觐见太后，告知目前的情况，讨要一个监国的名誉回来。臣奉诏。王爷，臣在。自此刻起，诸军由你统帅，严肃营武，弹压军纪，但有不法乱营，无论亲疏贵贱，悉诛之。臣奉旨。诸将谨守本分，不得擅动。诺。有件事儿，只能你去做了。徐忠，来不及了。你星夜赶往宋州，冯令公迎奉襄阴公回来，必经宋州，迎住他，告知他澶州和京师的变故。襄阴公那边如何处置？襄阴公如何错置？悉听冯令公进去决断。儿子明白。
自雀儿入宫那日，监国诏书便已备下了，是他坚持不受，才未能昭告天下。如此也好，我母子的性命从此刻起，总算是平安了。拿去吧。谢太后。令公，救我！令公，襄阴公，起来说话。令公，我乃先皇养子，既是徐州多年，一直奉旨巡礼归行拒不，从无基于大魏之心。前皇突然接诏，令我进京嗣位，我自知才疏德薄，诚惶诚恐，却也不敢不从。仓皇启程可眼下行至半途，而新皇登基，朝代更迭。令公，如今我该何去何从，方可自保？还请令公明示。令公，救我！令公，襄阴公，若要避祸，听老夫一句，既不要去京城，也不要回徐州，更不要去太原投奔你父，安安生生在宋州住下来，闭门读书，一个人也不要见，一件事也不要问。闭门读书，好。刘云，谨遵令公君命。北平郡王，太原令公刘知远，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？刘令公筹谋广大，技艺深远，下官不敢妄言。你呢？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？大郎，去将那名盗旗取下来。这个天冻死了。是啊，大郎喊我们来干嘛呀？不知道啊。这外边天这么冷，二郎这要去哪儿啊？二郎去外面守着，以防万一。进来，来，坐。今夜要谈何事啊？竟要如此精神？诸位，近日可听得京中谶言？出军之日，当立典检为天子。既有谶言，便是天意。天命既定，自当通晓全军。立典检为天子，诸位是同意还是反对？老子同意。这谁要是敢不同意，老子现在就弄死他。我也同意。立典检为天子。立典检为天子。
令公，令公，令公，请留步。你要拿我吗？人须有自知之明，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，但我知道有人能担。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？谁手里面拿着刀，谁就能做天子；谁身上披着甲胄，谁就能为天子。你披着甲胄，你也能做天子。父亲平素简约，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却始终不得败节阵。父亲心中可有所憾？古太尉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高绝后路，无足论。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足矣。”阿兄，子时了。大郎，外将已经准备妥当。天下丧乱，神器无主，契丹难来。诸将性命富贵，不能系于皇口孺子。臣斗胆，请太尉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建作天子，以安社稷隶属。秋高马肥之时，契丹不曾南下，而今天寒地冻，草木不生，他们反倒南下，他们的日子不过了吗？太原一遭，澶州又是一遭，今夜这是第3遭了。欺瞒天下人的鬼话说了1次2次，还有人信？今夜再说，是欺人还是自欺？我可以做这个天子，却不是为了尔等的富贵，而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不必有今日这一遭，是为了这个纲常颠倒、太阿道耻、苍生离乱的世道再不要回来，是为了2代先帝辛苦缝补了10几年的破烂天下能像个样子。今日我许了尔等的拥立之功，却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也立不得这样的拥立之功。如此，你们还要立我为天子吗？臣生于末世，长于离乱，能得奉盛世之君、太平天子，是臣之幸，三军之幸，万民之幸，天下之幸。请陛下提黎庶之艰难，
兼做大宝。陛下，万岁万岁万！既然如此，诸君须允我3件事：其一，入城之后，我得惊扰宫室大臣；其二，入城之后，我得劫掠奸淫；其三，入城之后，我得擅杀异人。此3事，这个天子我便做了。若不允此3事，虽万死而不能从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田简为归德军节度使，镇宋州。殷商苗一封，社稷为宋。今3军用命，天下归心，当以为神器之主。臣赵普昧死之言，请田简念天下苍生，请田简即皇帝位。请田简即皇帝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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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田简即皇帝位。大宋天子万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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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元960年正月，赵匡胤与陈乔义发动兵变，率军回师汴京。即皇帝位，定国号为宋。朱全忠以梁代唐，李存勖以唐代梁，石敬瑭以晋代唐，刘知远以汉代晋，郭威又以周代汉，绵延5代。如今他赵氏以宋代周，不过是依样葫芦，司空见惯，不足为意。赵家大郎素来以忠诚、厚道、仁义、血勇著称，如今竟然也做了篡臣，思之令人唏嘘啊！
心里头不太舒坦。没什么不舒坦的，人总是会变的。是他们变了，还是你变了？怕是我们都变了。天底下最悲哀的事，莫过于此。今南湖南皆以遣使汴京，称贺入贡。金陵李氏父子送去了10车珍珠宝贝，3个月以来，几乎每月都要打发使臣入京奉表，言辞悲曲。赵匡胤当世英雄，当年在寿州义军破石营，将南唐诸将的脊梁骨都打折了。他李氏是怕惹恼了他，挥军南下，杀了南唐这只鸡，给天下的猴子们来看。大王，奉表称臣之事，不宜再迟了。大王，善事中原大国，是祖训，亦是国策。当年在汴梁，孤与归德军节度使以兄弟相论，尊其父赵弘殷为叔父。如今他错了中原天子，赵家便是天家，于尊于亲，理当避讳。孤名字里的这个“弘”字，不宜再用。自今日起，更名前处。大王只说了要避讳，何时奉表，何时称臣，何时纳贡，却只字未提。此乃国之大事，大王切不可任意而为。王妃当见之。你还不去睡啊？你也没睡啊，还来管我？我没事。还说没事，整日间神思不属的，也不肯说句明白话给下面的人，弄得那帮相公太尉整日疑神疑鬼。你这分明啊是又钻牛角尖了。我是不是又做错了？你是谁啊？你是钱家九郎。纵使已经做了10年的国主大王，官拜尚书令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那又如何？九郎就是九郎，热血、义气、侠义担当。但凡是他想不通、不认可的事儿，天王老子来说也没有用。吴越之地是中原大国，这是祖训，也是国策，这些都不假。但是有一条，须得我家九郎认他才是大。我只认你。李家又送了10车东西来。是啊，这已经是今年第3次了。照例此物加冕。臣奉诏。吴越亦然。陛下，吴越并不曾。朕知道，赐南唐多少，便赐吴越多少。